昨天历经12小时又17分钟，艳阳高照的北方之路，走了28.87公里，翻越了5座山丘，总上升高度1153米。途中经历了走错路、跌倒，错过了中餐时间，双脚抽筋，各种挑战，成功抵达了庇护所，但是超过了用餐时间。可是好心的老板帮我们预留了晚餐，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还要保持安静，把自己所有的事情安顿好，透着微光回到男女分房各自的床位，配着身体肌肉还在肿胀的感觉入眠。一夜过后，迎接身体蜕变，新的全新开始。早，早安。嗨。今天是8月24号。因为我们昨天很晚才到，然后吃完饭都已经8点40分，快要9点了，所以他们里面的阿伯给的床铺都关灯了，我们整理就已经很困难了，所以也没办法拍给大家的床位。那一大早呢，大家都还在睡觉，我们也没办法拍，因为里面很黑很暗，现在都还是暗的。对，所以呢，先跟大家讲，它的床就是上下2层的，但是你一张床动，整个里面会奇奇怪怪。但是说实在的，因为太累了，我们昨天其实也都蛮好睡的。对，然后你的背包它有另外的一个柜子，然后比较随身要用的东西，它下面会给你一个篮子放在你的床铺底下。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对，然后它这边男女分开啊，对，然后男女分开睡哦，卫浴也分开。对。男生睡一间，女生睡一间，男生有自己的卫浴，女生也是一样。对的，然后昨天吃东西的环境很热闹，氛围很好，食物也很好吃。哦，对，食物不错，很棒哦。好，那我们今天出发，预计是走20公里。对啊，不会像昨天那么多的啦。哦，是哦，会稍微轻松一点。哦，真的吗？对。哦，好的。对啊，我是比较担心你，科宇昨天摔跤。必须要再讲一下，他昨天后来我担心的没错，他的那个膝盖被顶到，然后有点呕青，然后小腿有点擦伤。猫对，小腿有点擦伤，对啊，然后后来有做下红十字的那个我们带的那个药膏去给他敷一下，他今天好像就比较好了，好很多了。对啊，结果他给自己操这么久的路呢，结果脚长了大概3-4颗水泡吧，对啊，这叫做。水泡制作达人，水泡达人啊，不可少的。自作自受，拍了那么远，是哦。怎么这样子？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准备因为今天可以少走，我们昨天已经走很多了，所以我们今天会走到下一个城市哦。对，下一个城市，然后我们就会直接找住宿的地方。对，今天住的地方还没找好，所以我们今天要体验随遇而安。对，很重要。哦，很棒哦。出发。哦，云海，粉红色的。对啊，粉红色的云海。对啊，现在变粉橘色了。现在才刚出门了，又混了，这样子又混了10分钟，走了啦，真的不要再闹了。才刚出门又手机又放不下了。北方之路真的是太威了，对啊。不过因为我们也没有走过其他地方，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觉得实在是太厉害了。那边箭头有啊，箭头在那边啊，有吗？看到了，然后那边也有啊。今天开始的爬山，那里好美哦，再拍一下好了。这边哦，还在门口而已。你知道，它沿路就是这样子。昨天早上也是，都是这样子。那什么声音？对啊，很安静早上。走吧，我甘愿爬山了。是哦，好哦。
走。那边有个箭头。我说昨天在庇护所啊，跟大家聊天啊，我说昨天天气太热了，走起来会更累。哦。对啊。哦，什么天气都好。这就是糖咯。真的啊。什么东西都是粉红色、紫色的。对啊，这每棵树都变成粉红色的，你看有没有？对不对？那个树都变成粉红色的，好好玩哦！出发！哎，15分钟了啦，快点啦！自己的防蚊液，75沫可以上飞机100沫，75沫。我跟你说是75沫，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装满。对，知道就好。这喷一喷就香香的。对。可是我们昨天不是去吃饭之前就有喷吗？对。就觉得那还好一点，不然满身大汗的就去吃饭。好。太高估自己了吧？啊！你说你睡觉全身酸痛哦？对，我躺在床上那时候，就觉得每一个地方都在痛。不过睡着之后就睡得很熟了。昨天觉得自己不可能再走了，可是今天早上醒来又可以走了。对啊，那个开关打开就可以走了，对不对？我们那边的床位是还好，打呼声其实对我来讲真的是还好，因为第1集的时候前面就有跟大家说过我的感受。好的，那个床上有点味道在所难免的啦，对啊，只能自己尽量去克服了。对啊，所以我昨天我的空拍机也没充电，我的行动电源也没充电，因为太黑了。结果大家7早8早把灯全都关掉，我也不好意思开，结果大家都躺在床上滑手机，这条路好难走。你要专心走吧。好，我先专心走路。大魔王来了，看到了吗？等一下，尽量开我不会开。这么简单啊！哇，这个真的要小心走。这个下大雨，我的第6感它就是小溪流，就是一路这样子上去哦。从跨出庇护所的第一步，我们2个就被眼前的晨光诱惑，走了20多分钟，也才前进短短的100公尺。不出2、3步，我又被眼前的云海吸引住。我们2人就这样你来我往的相互较劲，越走越慢。结果可能今天只能走10公里哦。对啊，我们走了1小时才到刚好，有够的慢的。你看，我捡到这几天以来最满意的一颗了。哎呦，漂亮吧？漂亮。对啊，而且这边也没坏啊。你看。这颗果子要跟我说，你的手有没有擦药？有啦，你看可不可爱？好可爱。对，我刚刚就是要捡它，增加负重。我先带它一下子，你要再丢掉。它先陪我一下。是哦。你今天走20公里走得到吗？算了，没关系啦。进度20公里要走10小时。哦。而且今天没有阿贝姐，请你认真一点吧。今天没地方睡觉。那我们等一下第1个村庄就休息了，只走了3公里。第1个村庄就是要20公里啊！啊，是哦。这里才有得住啊！你以为看到房子就有得住？也是。好吧。加油！你现在有专心吗？好，我专心了。不敢说，对不对？不专心了。真的忘记了仅此一站相距我们20公里的城市这一回事。你要继续走啦。拜。喵。拜拜。没错，是该专心走路了。那位荷兰大哥啊，他说他从北巴出发，他现在已经超车我们了。
就表示他大概走2个小时左右。我们昨天没有吗？我们昨天从德巴格住的地方就走了2个小时。是哦。对，然后现在又走了1小时20分，所以我们走了3小时20分。嗯，别人走2小时的路程。我不能这样讲啊，因为我们都在跟猫玩啊，然后在那边拍片子。好玩呢，我们一路都在玩。对啊，我们太爱玩了。本来刚刚那云海那边，我想要缩时摄影，Kerry 跟我说不行。缩时摄影。对啊。也太夸张了吧！刚刚的钟声是这个教堂的。对啊，对啊，所以就没办法啊，他不让我缩时。云海一定超美，他说不行了，你这样走不到。我想也是。对啊，你看我们还有我们接下去的地方啊，16.3公里。好吧，好吧，出发。从阿贝给出发，那现在走了4公里多，大概到这边了。对，所以现在接下来就是一个急陡坡，对，然后接下来就会缓坡一点，然后快要到城镇的时候又有急陡坡下降。对，今天的路程是吧？好，准备要爬坡咯。我们现在在哪里啊？我们现在在这里。是哦，那我们刚刚大概是从哪边过来？左右。哦，预计到这里。哦，这个小城镇。好，大概走4分钟。我们走过，又还记得哪一颗石头，哪一颗沙子呢？一次2颗是又有什么放不下的？你可以专心走，不要破街吗？走到一半 ，Kerry 突然冒出一句像是悟道般的新人生观，而我那时脑子里想的却超朴实。拜托你走路专心点。这条路这么让人家有感而发啊！不过经典啊，好不好？都讲出这么经典的事，讲出这么经典的看法。你还在录啊？我去收点了。走路吧。好的。经过了大概1个小时。哦，你说刚刚到现在？刚刚到现在1个小时。现在的爬升是488吗？488。对啊，我这边的看到是488。那差不多了。差不多到今天的高峰。对，再来下去，照刚刚的地图的话，应该就是别在一边看风景，一边东张西望。我可不想再看到你第2次摔倒啊！毕竟摔过1次，心就会跟着紧一点。但后来再回味他那句话，还真的有点深奥，像是被北方之路的风轻轻拍了一下，突然多懂了些什么。这棵树像不像？像哈利波特黑森林里面的那棵树啊，好冷啊。OK， 拜拜。好哦，现在是几点嘞？现在是11点50分。OK， 我们要吃中餐了。我们休息一下吃中餐。没错。然后，你看，我们昨天在超市买的那个，火腿。没错。吃吃看好不好吃？哦，好 juicy 的感觉。好正哦。很好吃吗？好好吃哦。这个我很喜欢吃哎。超想夹面包。可是我们那是 brownie。好，没关系。真的吗？先吃一片嘛。好好吃哦。这跟苹果应该也搭吧？可以啊。这个早餐阿贝给 Kerry 很喜欢的那个美国女孩子送给我们的。接近中午时分，我们就在路边的树荫下找了块舒服的地，席地而坐，开始今天的行动野餐。昨天买的行动粮简单而疗愈，火腿片配苹果，再来一口巧克力布朗尼，渴了就喝几口白开水。在北方之路上，这样的组合竟意外的好吃到不行，可能是风景加成，也可能是旅途的魔法吧。这时候，前几天遇见那位美国女孩，刚好从我们前面走过。Brownie. Have some chocolate brownie. How are you guys doing? Good. Do you mind? 她看起来有点累，我们边递上布朗尼，希望那小小的一口甜能替她补回一点走路的勇气。
I've been taking more rests today. Yeah. 我们刚刚在吃饭的时候啊，然后遇到一个美国的女孩子。对，她说她昨天来的时候，她是走我们本来要走的那条海岸线，然后她说非常非常的难走。对，又上又下的，超累的。对，还好我们没有选那条。对啊，不过她是说风景是非常好看。对啊，可是对啊，但是我们昨天走的那条也是很美啊。昨天我们走的那条就已经累成这个样子了。不过我觉得昨天选的那条，我们才可以有体力这样子拍。如果我们选的太难了，我们或许可能就没有体力这样子可以这样一直拍，沿途拍。都是安排好的。对啊，因为已经有2个人跟我们说，哦，那条路非常非常的难走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不会想说啊，后悔没有走那条，不会后悔了。好啊。我们刚刚吃完饭，我们现在准备继续出发，往我们今天的住宿前进。刚刚 Carrie 已经用简讯 WhatsApp 问一下我们今天那边要住房的，看有没有双人床的房间可以住宿。好，反正就先问问看吧。好。然后从对面那个制高点这边一直走过来，像绵延的山峰。刚刚 Carrie 发现的哦，我都还没发现。走这段啊，从阿贝给出来的时候，沿路上没有补水点，也没有补食物的地方。那今天呢？有一个休息小站。可是那个休息小站，我只有看它是卖可乐。饮料就是自己有朝圣者的休息小站是附成。对。是补给。对。那如果说补给不够的人，我觉得那边一定要买。对。如果你没有买的话 ，OK， 后面好像我们目前都还没有看到。好哦，所以走这段的人，水不好意思，这天你要多背一点。嗨，有没有看到？我看这边啊。对。那个小镇。对啊。我们待会要去的地方。对，所以我们现在这边，你们看到这边有个斜坡，我们就要从这边这样子直下了。陡下。危险的下坡哦，注意哦。好的，这条没指标啊，它那个指标这条稍微模糊一点，我就Carrie看的地图选了这条线。但是我们前面有用那个木头指引啊。好，我们继续看看这个路，这个下雨天应该是非常滑，而且又烂泥。好啦，这样放心了啦，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坡超级陡的，很恐怖哎，55度，所以要很小心，慢慢走。就是这里啊。这座小小的圣米盖尔圣堂静静待在山谷一边，像一个被时间轻轻遗留的角落。走进里面，3块巨大的石柱托起整个空间，仿佛大地亲手雕出这天然圣堂。光线从窄窗洒落，一路划过石壁的纹理，那瞬间好像能听见历史在慢慢呼吸。这里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沉稳、原始，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让我们也不自觉地放慢脚步，把心里调回最纯粹的节奏。离开，准备前往庇护所之前，我们请了同一时间抵达的朝圣者，帮我们留下这段难得的影像。谢谢他，也谢谢这一刻的相遇。差点错过。对啊，好险你叫我们往这边走。那边的教堂啊。对啊。对啊，那可是很重要的呢。对啊。还好我们。因为 hiking book 是叫我们往另一边，然后还有那个另外一个也是叫我们往另一边，然后不是照着他那个箭头走，结果我们就不理他们，然后我们2个就照着官方的箭头走，然后就到了那个很重要的地标，哇，不然就错过了。
对啊，好险好险好险！我们现在已经刚经过了非常危险的路段，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城市了。我们今天住宿的城市，那等一下先去 check in， 再来拍外面。对，先去寻找，对，住到的时候我们再拍。然后，但是找到住的地方，我第一件事情，我刚跟Kerry讲，就说我一定要喝一罐可口可乐。然后他说你要喝什么？好，就这样子。好，最后冲刺了。希望，对啊，有希望我们正能量幸运。我们现在已经在他的阿贝给里面了。对，那它这个是一个自由捐献的一个模式。对，我们4点多进来，所以还好没有排到什么队，还没有满床啊，目前。对啊，我们本来是说想要单人房，但是他说公立的没有，不可能有这样子。对，所以呢，那他把我们分配到一个比较小的区域，就是只有放5张床。他说可能也是会有人进来，我们说没有关系。对啊，我们今天走了多少时间啊？我们今天走了8个钟头7分钟，对，然后19.46公里，对，总上升高度是573公尺，是，对，比昨天算是轻松蛮多的啦，但是还是陡上陡下的，没错没错，而且那个陡下的时候，那最后面那一段，你知道那个烂泥巴很吓人，那真的很吓人。那个坡度大概60-70度吧，几乎都感觉都快要垂直了。真的。而且你在那个下坡那个路段，它才会这么斜嘛，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地上那个泥巴都是人家滑下去的那个鞋子的那个齿痕，这样唰这样一条这样下去，更增加紧张感。对啊，那个超恐怖的。对。他这边的浴室的话，只有2间，男孩子当时排队，女生也是2间嘛，不过女生人比较少，不用排。但是还蛮大的，对不对？对，里面空间蛮大的，厕所3间，然后有洗衣机，补洗好、晒好，出去吃东西。其实我是跟 Kerry 讲，如果说后面请 Kerry 加油点去找双人房1间的，如果有的话当然是最好啊。那没有的话，我们还是要尝试一下他们这种阿贝给。然后它的有置物柜，它的置物柜就是你要投1欧，然后它会你钥匙一转，那个1欧就会把你说钥匙就会推出来。那你再插进去的时候，它的1欧就会再掉下来，你可以重复使用。它就是怕你钥匙忘记还给他，还不错。那大概就这样子哦，我们这样叫出去哦 ，OK， 待会见。经过了一整天的奔波，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杯咖啡。坐在窗边，看着外头缓慢流动的风景，午后的气息柔柔地飘着。这里的人真的好会生活。3、5好友聚在一起喝茶、聊天、玩游戏，不分年纪，不分场合，就这么自然又惬意，像是生活里必备的小仪式。后来，我们又钻进了一间小食酒吧，点了几样小点，配上微微冰凉的饮料，算是今天中晚餐之前的小暖身。店里放着舒服的音乐，整个气氛趣耳到不行。烟熏的味道，土耳其黑板，在整个欧洲大家都常常吃的。不是，哦，所以我们刚刚点的黑板的套餐，对，就是有这个里面是鸡肉，然后有沙拉这样子，然后薯条跟可乐，然后再一个鸡翅。没错，你没看错。我们接着又找了一间餐厅，这回是土耳其料理，也是 Kerry 以前常吃，会让他眼睛一亮的那种味道。啊，对了，差点忘了说，在前往餐厅的途中，我们经过了一座教堂，外观典雅又庄严，让人忍不住想走进去看看。好可惜，大门紧闭，只能在外面默默欣赏。好了，今天也差不多，该收心回家休息了。晚安喽。对啊，你说这条路怎么样？你看这个路啊，像不像人生？人生，琐碎的事情，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人生琐碎的事情。有大的、小的，还有芝麻绿豆沙的，这就是人生琐碎的事情。结束了吗？好短的金句啊！
OK， 谢谢啊，谢谢大师。